Hello， 大家，我是杰瑞。立春的第2期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冬天参加的，大概是美国最有名的鲜切花农场花主 Aaron Bensky 主办的花农工作坊 Flow Red Online Workshop。它是为立志成为小型职业花农和希望精进鲜切花培育技能的园丁和爱花人而开设的。每年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6周的线上课程就接近尾声了。同学们就要开始新一年的实操了。那作为往期毕业生，我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课后感受。首先，这个工作坊真的是一个保姆级的鲜花农场教程。Aaron 已经有超过20年的花农经验，基本上太平洋西北地区能够找到的鲜切花品种的每种花的各个品种，我感觉他都已经试过了。所以在比如说课程的第3章，他就将各个鲜切花品种的特性、养殖技巧以及他最推荐的品种，从所有的耐寒1年生到郁金香，到芍药，到鸢尾，到2年生，到木本花卉，都非常详细的列举了出来。再者呢 Flow Red 的经营模式是小空间大产量，所以课程的第2章呢，也详细给到了具体的农场规划，各个季节的种植、更迭、养护工作安排，甚至直接发给你一份1/4亩地块的种植平面安排，还有一份提前设置好的更迭种植 Excel 表格，甚至是对于直接卖花给 DIY 新娘这种商业模式当中的给客户的价目表，都是包含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在6章的所有内容当中，这些与其说是布置给你的作业，不如说是非常实用的小模板工具，都可以终身下载。正在决定是否要参加这个工作坊的话，以下的几点考虑也许可以帮到你。首先，我觉得你必须要清楚你将要学以致用的应用场景及规模，因为 Aaron 的应用场景是要维持一个团队生计的成熟商业模式，所以课程里面也包含介绍了很多帮助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的专业农业机械的购买使用和生产方法。这些知识点对于暂时不打算以此谋生的爱花人，比如我来说，暂时就无法应用。而我自己呢，一直在思考能否将鲜切花农场和观赏性的花园景观在同一个空间结合。所以对于我来说，能够从课程当中非常直观详细的学习到 Flow Red 农场的空间规划，了解到他们具体的生产操作流程，还是很有帮助的。第2个不得不提的考虑因素呢，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匹配度。Flow Red 是在美国的西北角华盛顿州，气候相对温和，比如 Aaron 就是以种植香豌豆发家的，它的种植区跟费城都一样是在7A， 但是呢，跟费城潮湿闷热的夏天就不一样，香豌豆不喜欢高温，在费城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作物。而 Aaron 完全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把在那里种花和卖花的经验分享得非常的透彻。比如第5章就直接把他们之前3年的营业额完全掰开了揉碎了，拿真实的数据出来做案例分析，可以说真的是干货满满了。但就像我说的，如果你处于非常不同的气候带，还有比如说你想应用到国内的鲜切花市场的商业模式，那就可能需要你自己去举一反三了。那第3呢，当然是不能忽略这个课程本身的价格标签，差不多是$2000。这么一笔钱是否是你愿意立马剁手的，会是值得的一份投资。如果呢，你已经下定决心到一份鲜切花农场的事业当中的话，也对于新手小白来说能省下前面好几年的弯路。但是如果今年也没有立马要开始种花卖花的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免费替代，就是去 Flow Red 的网站上登记他们每一个季节的迷你免费课程。那些小视频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大的工作坊当中节选出来的一些个精华内容，涵盖到了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重点工作，就可以先小规模的依葫芦画瓢玩起来，先体验一下，然后之后再慢慢考虑你是否要做更多的投入。那如果你最后还是决定要报名这个工作坊的话，
一定要去申请奖学金。倒不是说选中的几率会很高，但我觉得写这篇小论文对于你自己捋清自己的思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你的热情跟兴趣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整个这个过程是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帮助的。并且偷偷告诉你，如果没有选上的话， Aaron 还是会发一封邮件给所有参与申请过奖学金的朋友们一个小小的折扣。好啦，希望这期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哦。那我们下次见。